主播，所以现在芝麻面积相当于46公。在江户时代，鹿儿岛是萨摩藩领地，由岛津氏所统治着，是当时九州南部极具势力的代表藩之一。其领地横跨着今日鹿儿岛县以及宫崎县多数地区，甚至是直接支配琉球王国，是少数兼具了军事以及外交能力的行政区域。说到鱼肉肉主播，所以现在芝麻记者来到了出水路。那路是什么呢？在萨摩藩时是以鹤丸城，也就是鹿儿岛城为本城，在城内新建了超过100多座的外城。那所谓的外城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行政区。那在每座城内呢，都有兼具住宅以及防卫功能的5家聚落，称为路。那出水这座外城，由于是临近肥后，也就是熊本县，那它是位在一个交界处，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地点。所以在1599年时，历时30年的时间，新建了这座萨摩藩最早、规模最大的外城。好嘞，没有问题。所以它的总面积相当于46公顷，9座东京巨蛋的大小哦。收到。这边为大家紧急插播一则新闻：由于出水，它在萨摩藩的外城制度中是属于边境警备的要地，武士聚落不是只有住而已，还要随时能应对状况。在当时那个年代，因为讯息传递很慢，常常一个误会就会越滚越大。但我们现代人有什么误会，一个讯息就能讲清楚，并且好在有 CDE 信，随时保持网络通畅，讯息要漏接也是很困难的。而且不是只有在日本哦 ，CDE 信它的服务范围涵盖全球超过200地区。像我们这一趟54小镇的穿越旅行，在出发之前，只要先安装好 CDE 信，不用更换实体 SIM 卡，落地就能够使用，非常的便利的。完全不用担心更换 SIM 卡时遗失了自己原本的卡片哦。是的，一路上，每次在飞机上换 SIM 卡都要小心翼翼，生怕一个手滑到座位底下。并且我们现代人令人怕的点是什么呢？就是网络卡，地图开不了，资料查不到，行程一卡住，人就很容易有冲突。带有 CDE 信就不用怕，误会少一点，旅行就会舒服很多。所以，如果古代的萨摩跟肥后也有 CDE 信，及时传递讯息，把话讲开，和平沟通，不就世界和平 One Piece 了吗？没有错，大家赶快点击下方资讯栏跟置顶留言内我们的专属连结 sally.com 1.111，输入我们的优惠码111就能够获得85折的优惠哦。感谢 CDE 信，让我们的旅行更加顺利。那我们就回到出水路的5家屋夫吧。上一集我们从日本建国神话走到神文时代，看见了人类最早的生活痕迹。接着我们直接跳到江户时代，来到出水市的出水路5家屋夫群，一处至今仍保有完整武士街区风貌的地方。虽然多数建筑在默默的大火中毁损，现今所建的5家房宅都是后来重建的，但仍可见整齐如棋盘的街道格局，以及用石垣与树篱围绕的屋夫，几乎完整保留了400年前的景观。1995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2019年更入选日本遗产。目前约有150栋5家屋夫仍被作为民宅保存，其中2处对外开放参观，分别是竹天邸与睡所邸。入内需购买入馆证，510日元即可参观竹天邸、睡所邸和出水路历史馆，相当划算。竹天邸为上级武士宅邸。竹天家在战国时代从现今的熊本县人吉地区来到萨摩，于江户时代初期移居出水路后，4代担任要职。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出水的5家屋夫群因大火几乎全数烧毁，因此竹天邸是在约150年前重建的。此处也曾作为 NHK 大河剧《赌鸡》的拍摄地。大丈夫？重い。第一次呢？我
穗所家与竹田家同样4代担任出水路要职。穗所家族约400年前自萨摩半岛西岸移居来此，其建筑已有250年以上，被认为是出水路中最古老的五家屋夫之一。屋内房间配置与竹天底差不多，但多了几处展现外层在防卫设计上的小巧思。ここはね、もう抜け穴ってですね、危ないなと思った時は。想不到在出水路五家屋夫里面，居然还可以在家里面射箭。大家看这个规模有多壮观！它的天花板特地做了挑高的设计，就是方便当时的武家他们在天气不好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练习射箭。你们看，家里面有射箭场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疑似藏私房钱的地方它就是早期当这边只要发生了危险，是一个可以提供妇女以及小孩子躲到地下里面去，并且安全从秘密通道逃到户外的一个小通道哦。在江户时代的炊事场是没有地板的，所以在过去此处全部都是泥土地。顺带一提，出水武士同时身兼农民，要一边处理农事，一边练习武术，以保家卫国，所以此处也是厨房兼农业工坊。老婆，你看前面那个金色圆圆好大哦，那个是水煎包吗？那是铃铛啦，你饿吗？接下来在我们的鹿儿岛影片，大家会很频繁的听到个名字岛津家，它是从中世到江户时代统治了萨摩这边大概700多年，所以他们深深影响了鹿儿岛的文化信仰跟城市样貌。那我们今天来到这座香崎八幡神社，也跟岛津家有着深厚的渊源。这间神社它非常的厉害哦，它拥有全日本很多的第一，包括了最大的陵以及最小的陵。那大家目前身后看到的这一座巨大的铜陵呢，它重达5000公斤，高4公尺，宽达3.4公尺，上面还刻有8只鹤的图案，贴了满满的金箔，非常的漂亮啊。神社距离 JR 出水车站大约5分钟车程，入口处的2只巨大鹤与闪耀金色的大陵，是最醒目的迎宾象征。这座大陵建于1998年，作为伊势神宫正座2000年与明仁天皇即位10周年的奉祝纪念事业之一。香崎这个名称是源自日本3大八幡宫之一的福冈的举旗宫。相传岛津家的始祖岛津宗久，在由镰仓前往三门院野田途中，于筑前博多外海遭遇逆风，船只几乎全军覆没。宗久公曾经向举旗宫祈愿，最终得以脱险并平安登岸。于是奉请举旗宫的神灵在此创建神社，主祀应神天皇、神宫皇后与五内庶弥。这座神社境内之所以有这么多鹤的雕像跟鹤的意象，是因为出水寺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鹤类越冬地。那我身后这座神像，鹤神像也是以活了300多岁的传说人物五内庶弥所打造的。那在五内大神的脚下呢，大家也不要忘了过来瞧瞧，是有日本第2小的微型灵哦。这一颗刚才被我误认为巨型水煎包的里面呢，有一颗全日本最小的微星灵，它的直径只有2毫米哦。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内部一探究竟吧。来进入水煎包的内部了，让我们一起寻找这一颗肉眼难得一见的微型铜铃啊！视力好像也要够好才行。走走，在哪里？啊，这边啦，显微镜在这边啦。哦，它有放了一个放大镜哎，好小哦。
在这边呢，还有这个城市通门的小铃铛，据说只要穿过这个狭小的洞口，大家的愿望就能够实现。但是在实现愿望之前呢，必须要先维持好你们的身材，条件蛮严苛的哦。洞也太小了吧！好多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鹤哎！好近啊！你的脸在哪里？看到你的眼睛了。好近哦！好近距离的体验哦！正如前面我们在象棋八幡神社中跟大家所提到的，日本的出水市是非常著名的鹤类跃动地，在每年的10月到12月间，有超过1万只以上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鹤群会飞抵此地过冬。想要欣赏到这一场壮阔的自然奇景，在这边的鹤观察中心自然是最佳首选之地。它每年11月1号开始营业，到隔年3月第2个礼拜天。户外的朋友要注意一下营业时间哦。据说出水市的鹤是在1700年代时，岛津家开始填海造地工程之后，开始迁徙至此。那全球总共有15种类的鹤类，其中就有多达7种出现在鹿儿岛这边，不管是数量和种类都是日本之最啊！所以鹿儿岛的鹤类还有迁徙地就被指定为日本国家特别天然纪念物。身为鹤观察家，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拿杯之鹿。拿杯是日文的锅，所以它叫锅鹤。原因是因为它身体的颜色啊，像是锅底沾了煤灰一样，所以才叫拿杯之鹿。有没有礼貌啊？但是它的展翅的长度呢，是长达1.8公尺，居然比我还高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这么大一群的鹤，哎，好壮观哦！对啊，以前好像都是去那个木栅动物园，然后看的是那种红鹤还是火鹤嘛，对不对？对啊，老婆，你知不知道乌鸦怎么叫？啊，对，乌鸦是哈哈叫，有没有？哈哈哈。那你知不知道鹤是怎么叫？怎么叫？鹤哦！今天来这边学到的。哇，真的是双蛋哎，超 lucky 的！出水市是日本第2大养鸡产地哦，所以这边有很多是以鸡蛋跟鸡肉为闻名的料理。这间店呢，其中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出水幸运蛋。首先，你看看这颗蛋的尺寸是 LL 号的啦，这么大颗，为什么叫幸运呢？因为说会高几率打出双蛋黄。那我们立刻来试试。幸运加倍！我们晚餐来吃位于出水市这边历史悠久，而且也非常知名的味楚鱼松这间餐厅，它是从昭和时期就营业至今哦，非常的复古。刚刚看它招牌是写昭和嘛，对，而且刚刚他帮我们这个锅子点火的时候是拿火柴，不是用那个点火器，也是很复古哦。没有错。这边都是以鸡肉啊、鸡蛋料理闻名，所以我们是点亲子冻，还有它招牌的叫出水亲子牛排饭的 set。那为什么会叫出水亲子牛排饭呢？它没有牛啊，那你看它的鸡肉切的超厚，是不是跟牛排一样厚？这边立刻来给你瞧瞧，这么厚哎！这个是鸡排了吧？对啊，而且它提供2种肉，有鸡胸，然后还有鸡腿，那你一次吃到2种不同的口感。哇！先烤我的鸡。从昭和时期的美食流传至今，究竟味道怎么样呢？很好吃哎，感觉这个鸡
是很幸福的长大。哎呦，你现在也很幸福啊！对，你品尝的可是从昭和时期流传至今的美味。是啊，是呢。戳破蛋黄的这一刻是最爽快的。哇！太奢侈了，太奢侈奢了。华，还2颗蛋呢。对啊。人生可以这么奢华吗？这是小当家的金黄炒饭了吧？正点，非常的漂亮。你赶快吃！真的假的？你赶快吃！它的味道跟它的口感，好顺滑哦。对，而且咸甜，然后那个口感跟蛋黄又跟饭整个和在一起，哇，彼此相互辅佐，直接就滑进你的喉咙里面了。很融合。对，超融合，非常的 match。对耶，哇，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很好吃。怪不得这一道是招牌，真的好吃。经过了一整晚的准备啊，今天体力恢复很多了。昨天晚上我们入住了这间天然温泉 Nukumori Longyou， 在它的1楼这边有一间非常厉害的面包店哦。对啊，它面包据说高达100种哎，种类超多，咸的甜的都有。然后我们一口气就买了4种，然后3种是它人气的，另一个是好像最近什么很红的什么生甜甜圈内用啊，还有附免费的 coffee 哦。现在是它招牌的黑豚咖喱，我蛮好奇日本这种咸面包，像是炒面面包那种，都觉得很神秘哇。这是咖喱耶，其实意外的蛮开胃的。咖喱是一点点带甜的咖喱，然后配上那种酥酥的皮，还不错。下面一位，台湾前一阵子也有开店，非常红的生甜甜圈。哎呦，看你的表情，感觉很好吃哦，内馅好满哦。哦，这个好甜，好好吃哦。你的判断标准应该就是甜的。对，只要有甜，当然面包本身好吃也很重要啊。再来是地瓜滑豆粉，哇，粉很多，这个吃的时候务必要小心耶。它是蕨饼版的面包哎，外面是蕨饼皮，可是里面包了地瓜馅，所以吃起来的层次比蕨饼还丰富。哇，很强哎。这间 Nukumori Longyou 啊，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这边很多人来参加这种日归的温泉，里面除了泡汤，它还有提供海量的书籍，就是有一个类似像阅读休憩的空间给大家。很多人泡完汤之后，就在那边放松看书。这个感觉可以在这边混一整天，然后泡完汤看个漫画，再来吃面包，好像蛮惬意的。它的汤里面有很多种形式的，就是有那种按摩的啊，也有躺，就是清汤，那也有露天的。你有泡吗？我昨天一入浴池就要直接睡死。总会有人直接在浴池里睡着，我真的只有看过他那边一入浴就可以睡着。那应该是因为你身高高吧，才不会睡着就滑下来这个。我睡着后应该直接灭顶了。在鹿儿岛这边具有代表性的5家屋夫，一共有2座，一座是位于北部出水市，始建于16到17世纪初期，武备文化浓厚的出水路；另外一座则是位于南九州市这边的资兰5家屋夫。相较于武备文化浓厚的出水路呢，资兰5家屋夫这边目前现存的庭园大多建于18世纪，更多是着重在展现出武家文化的生活美学以及庭园文化，这也被视为是萨摩武家文化的另一个象征哦。所以自然也是萨摩藩的外城之一啦，它是南萨的重要据点，同时也是岛津家的私领地。据说在江户时代后期，这边住了将近500多名的武士。那现今保存的资兰5家屋夫群，也在1981年被指定为国家重要传统建筑物群保存地区，也有萨摩的小京都之称。不过这边大部分的5家屋夫现在都是私人住宅，带有7间的庭园是开放参观的。那我们待会要参观的这座生重间庭园呢，它跟其他6间庭园比较不一样的是，其他的庭园是以白沙象征水池的枯山水寺庭园，那生重间庭园呢，则是有实境水景的竹山泉水寺庭园哦。
据传僧家世代皆以文人闻名，并以重臣身份侍奉领主。三重间底庭园约建于宽宝年间，位于主屋西南侧，形状狭长，池塘线条柔和，以奇岩怪石象征山峦与半岛。对岸以穿孔石表现洞窟，寓意流水的流动。屋舍地板下方可见石柱结构，用以防止坏人潜入，也让屋内情况不易被窥见。玄关部分则特地设有右侧领主专用、左侧家人使用的出入口，借此彰显当时僧家的地位与对领主的礼遇。在庭园内这栋白色的建筑物，大家不要以为它看起来毫不起眼，它可是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仓库哦。它是以粘土压实制成的，具有防火以及调节湿度的功能。那我觉得最酷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屋顶下面是系有绳子系在这个白墙上，据说是火灾发生时呢，快速的掀盖，防止里面的物品被火烧坏，或是说被火闷坏，就是所谓的开盖建筑啊。芝兰五家屋夫群已有超过200年历史，各五家宅邸前皆设有庭园，不仅具防御功能，也构成独特且优美的街道景观。此外，由于芝兰港曾是萨摩藩琉球贸易的基地之一，因此也留下不少琉球文化的痕迹，像是石墙、建屋的方式和分岔路口摆放的石敢当等，也是受当时琉球文化的影响。在宅邸的入口处也设有冲绳称作 Himpun 的屏风檐，用来遮挡视线，避免从入口直接看见屋内。旧高层家住宅也是少数开放参观的五家屋夫之一，在这边可以完整体现看到江户时代武士们他们的居住生活以及居家样貌。那这边最特别的是呢，男玄关是位于正门，非常的大气。但是女玄关呢，居然是在角落，又特别的小，彻底彰显出在那个时代男女观念还没有那么平等的样貌。厉害了，各位！你们现在看到这栋建筑物在鹿儿岛这边是相当特殊的存在。他们称之为二之屋，是将原本独立的客厅空间以及厨房储存空间，利用屋顶茅草将它们相连在一起，优化了室内的动线。难道这就是早期先民们2户打成1户的概念吗？相当的厉害。史德楼也是2座打成1座吗？沿着五家街区平行流动的鲤鱼清流沟，是引至鹿川的灌溉水路，由水车转动，水质清澈透明可见，锦鲤游动其中，是街景中另一处迷人的风景。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层安用餐，它是由旧高层家所改建而成的餐厅，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哦。它这边就是提供萨摩的乡土料理，所以就是在古宅中边吃美食边享用庭园风光。对，你是点那个5式 set 对不对？对。然后我是高层和 set， 它的 set 里面都有含就是萨摩的3大名物，分别是鸡肉刺身。大家有吃过生的鸡肉吗？它其实就是它的外皮啊有炙烧过，不晓得相机拍不拍得到，所以就是外面是熟的，里面是生的口感，嫩中带 Q， 然后我觉得没有什么腥味。它这个酱油呢，我就淋一点下来咯，很神秘耶，我觉得要沾酱。刚刚没有沾酱的话，就味道比较清淡，可是淋了酱油就变熟鸡肉了。对，那个味道就提升了一个档次啊！哇，第一次吃生鸡肉，蛮好吃的。萨摩鱼饼，好香啊！香哦。哇，原来跟天妇罗有点像哦。我感觉可以当零食，我一次可以吃个10条、20条，要暴食。武士在外面训练完回到家之后，吃个20条，这个当下午茶。我刚刚训练完的热量就回来了。最后就是超酷的清酒寿司，没有酒味。本来以为会有一股浓厚的清酒香，但它好像整个酒精挥发了，比较闻不到那个味道。可能我是不能喝醉吧。
就是能够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吃着这么精致的食物，夫复何求啊？54岁都有在附甜点是抹茶跟2磅饼。抹茶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上面刚刷完这些泡泡，立刻来咪一口，清爽。刚吃完餐再喝个浓抹茶，舒服。那再来这个，好可爱哦，2磅饼。2磅饼是什么？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麻糬，只是它会插2根竹签。那是因为它模仿那个武士都会佩戴2把刀，所以叫2磅饼。哦，毕竟武士可是要有2把刷子的。什么味道？像是麻糬没错，口感很 Q 弹，但它的酱是咸甜的，哎呦，很好吃。然后外皮又有点炙烧过，就有一点点微脆。很好吃的。谢谢武士的招待。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买啦！回家也可以享受孜然的风味。来吃冰啦！孜然这边也是日本有名的茶乡哦。据说这边盛产的孜然茶，茶色翠绿，香气浓郁。除了喝茶之外，冰淇淋一样不能少的。它这个是说是用孜然茶做成的抹茶双淇淋，你看外层撒满满满的抹茶粉，看起来一定好吃，但要非常小心，不要被呛到。哇，好浓郁，好好吃哦。里面的冰淇淋很浓郁，然后外面的抹茶粉很厚。哎呦，整个味道就是茶香充斥你的嘴巴里。现在抹茶粉也充斥你的牙齿上，好好笑哦。那你要帮我打码？但一定超浓郁的。很好吃哎！还点了一个伏吉茶烤布雷，我第一次发现烤布雷上面可以撒茶粉，蛮酷的。好酷哦！而且它的茶粉啊，我觉得都算是撒的蛮多，蛮有诚意的。真的哎，像刚刚那个抹茶冰淇淋啊，也是撒了致死这样的抹茶粉。就是刚刚店员拿那个冰淇淋给我，我看他手上满满的是抹茶粉。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边的抹茶粉是我们目前吃到的抹茶里面最好吃的哦。真的很强哎，就是抹茶有它特有的清苦味，但我觉得这间反而是它整个的茶香大于苦味，一半茶粉一半布雷，很强啊！哎呦，就是布雷本身比较偏甜，可是撒了伏吉茶的那一半，就是用茶的苦味去压制它，整个变得很 balance。哎呦，不错哦。瞬间觉得很高级的感觉。来尝尝看他们这边孜然现刷的抹茶，你看上面的泡泡有够绵密的，它上面这个泡泡绵密到喝起来就像在尝分子料理一样。dessert 甜点来试试看，这个一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就给它切下去，切一刀试试看，它感觉就是很像是糕类发糕。发糕，而且是表皮是甜的发糕，里面再包红豆馅，但是它的甜度整体来讲都降低了许多，所以吃起来对我来讲基本上就是大概1分糖的甜度。它用它这个再搭配抹茶，整体来讲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 set。来孜然，你怎么可以错过呢？这间茶园啊，一进来就算你还没有购物哦，它就会先附上一杯热的茶饮，还有一大壶冰的茶饮让你试喝，真的是很有诚意耶。而且它的茶色真的很绿耶，很纯粹的绿耶。哇，好绿哦！跟刚刚的抹茶是不一样的味道，抹茶是很浓，这个就是很清新清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啦。上一集我们带大家从神话世界一路一直走进这一集江户时代，不知道有没有让大家对于鹿儿岛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呢？我们总共看了2个五家屋夫，以及一大一小日本的铃铛，还有一堆从西伯利亚来这边度冬的鹤，希望大家喜欢哦。也希望大家对出水和孜然这2个城市有多一些的了解。关于鹿儿岛究竟还藏了什么，我们接下来的影片会持续带大家一起深入探访，也请大家记得多多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